2组来新单了。这个案子就厉害了，知名公众号博主沈明月和她的男朋友近日去一个叫做猎人的意大利餐厅吃饭，期间他们提供了2份菜单，一份有价格，一份没价格。哎，我这菜单上面怎么没有价格啊？你那上面有吗？我这边有啊，给我看一下。没有价格的那份呢，被提供给了沈明月。服务员告诉沈明月说，这个是餐厅特别准备的礼貌菜单。这是我们的餐厅特色，女士拿到菜单是没有价格的，这是礼貌菜单。目的呢是让女朋友尽情享受男朋友带给她的爱。可就在这个时候，沈明月不乐意了，她认为猎人餐厅这么做是严重的歧视女性，所以要告猎人餐厅。那么问题就来了，陈同学，你来说一下，是哪一方请我们做代理呢？猎人餐厅，因为他们一直特别注重自己的品牌形象和文化。可以呀，刚来静海没多久，摸得挺深嘛。错。好啦，不要闹了，尽快熟悉一下案件的内容吧。一会儿调解的时候跟我一起去。好的，姐。早。早。啊，许大律师，恭喜啊！转正申请正式通过，结果我们可都看到了。多一个竞争对手，害不害怕？为什么不是多了一个更加优秀的合作伙伴呢？高火的竞争，有信心吗？投票权不在我手里，做好当下的事，一切顺其自然。没想过接班？我不想搞家族世袭那一套。要是我和你一起呢，把明堂发扬光大，有没有兴趣？还有我。算我一个。好，都算在内。以后我们这儿就叫做明堂2组分律所，行吗？可以。静海市静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双方当事人，这起民事纠纷没有达成庭外和解的原因是什么？审判长，我的委托人沈女士在猎人餐厅用餐时没有受到公正待遇。沈女士的诉求很简单，就是想让猎人餐厅撤销女性菜单，维护自己作为女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是猎人餐厅不仅不接受沈女士的改善建议，还认为沈女士的行为是无理取闹。审判长，猎人餐厅从来不会拒绝顾客的改善建议。当沈女士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侵犯时，餐厅第一时间了解情况，并且试图从中寻找到可以让沈女士满意的解决办法。我们也希望与沈女士和解，但是双方在和解的过程中，因为沈女士主观情绪过于强烈，导致双方无法达成一致。原告、被告有和解的意愿，你们是否同意法庭进行调解？不接受。下面请双方各自进行陈述。根据民法总则第4条规定，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被告给原告提供了没有价格的菜单，就是侵犯了原告在民事活动中应当享有的平等权。被告代理人可以就原告代理人对被告提起的诉请进行答辩。审判长，我方不同意原告的诉请。餐厅并未刻意对沈女士隐瞒菜单的价格，未标价格的菜单与正常菜单一样。顾客如果拿到了未标价格的菜单，仍然可以根据自身喜好点单。餐厅并没有限制沈女士自主选择菜单或菜品的权利，更没有限制沈女士公平交易的权利。另外，审判长，我想声明一点，猎人餐厅推出的这款菜单叫礼貌菜单，而并非原告说的女性菜单。这只是餐厅体贴顾客的一种方式而已，与性别差异无关。请问证人，一男一女去猎人餐厅用餐时，你会先询问是谁请客吗？来我们餐厅用餐的客人通常都会提前预定，我们会将价格菜单准备给预定的客人，不存在男女差异。男士、女士请客的比例大概是8:2。那如果说有一位客人拿到了礼貌菜单，这个时候他又想换一份正常菜单，那请问餐厅会不会提供给他呢？
当然会提供。礼貌菜单只是餐厅菜单的一种选择，不是强制的。好了，审判长，我没有问题了。请问证人，猎人餐厅为什么会统计男女请客的比例呢？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不是在有了礼貌菜单之前？是在这之前，但我们是为了更深入了解客户的需求。那也就是说，猎人餐厅认为在自己的客人中，男性买单的比例占了大多数的情况，于是推出了这份特殊菜单。审判长，这是在暗示女性不需要买单，并且餐厅也把这项服务作为一种特殊的营销手段四处传播的同时，也在传播性别歧视。审判长，我没有其他问题了。现在休庭15分钟。请问证人，你们当天有没有进行预订？没有，因为我们是在网上看到有一家评分很高的意大利餐厅，我们就直接过去的。那服务员有没有问你们是谁请客谁付钱？你们是什么关系？他也没有问我任何问题，就直接把有价格的菜单给了我。我们是男女朋友关系。当你知道你的女朋友拿到的是一份没有价格的菜单时，你是什么感受？我当时没太好意思让他看我有价格的菜单。我是想，一个大男人带女朋友出去吃饭，肯定是想吃什么点什么。如果说非要压着价格点的话，会显得特别小气。但是当时我还是蛮有压力的，我生怕他会点到特别贵的菜。审判长，这份特殊菜单不仅给女性造成了压力，也同样给男性造成了压力，暗示男性买单是理所当然的，这分明就是歧视男性啊！被告律师请讲。我想请问一下证人，平常在生活当中有给沈女士开门的习惯吗？有。那平常在给沈女士开门的时候，沈女士是否感觉不受重视，或者人格上受到侮辱？被告律师，你为何不直接问沈女士？好，那我换个方式问，沈女士有要求你停止做这一切吗？没有。但是沈女士也会自己开门，或者说你不给她开门，她也会自己下车吧？她当然会自己开车门，我不可能24小时在她身边给她开门。而且就算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她也经常自己主动开门。还有一点，她对门把手不过敏。安静。审判长，男性为女性买单，就像男性为女性开车门一样，这只是礼貌性问题，并无原则上的不妥。如果真的有不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个人情绪导致的。我们不要因为个人情绪而上升到公众整体利益，我们还是应该把问题回归到法律本身。谢谢。本院会从法律的层面考虑。双方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没有了。没有。现在休庭，择日宣判。